另外，这个按着灵意，它又叫埃及，在灵里面，它在神的眼里面是什么样一个城市呢？埃及，它也是一个拜金牛犊的发源地。埃及人虽然是多神信仰的民族，但是他们的太阳神是众神之神，所以呢，在某种意义上，太阳神它是有独一神、有至高神、有造物主的含义，而金牛犊呢，它是太阳神的化身，所以拜金牛犊不是拜一般的牛神，在埃及的牛神，他的头上或者在其他神，他的头上往往有一个代表太阳的圆盘在他们的头上。所以这个金牛犊呢，他们在拜金牛犊，不是拜一般的牛神。你看这金牛犊上面，它常常会有一个圆盘，这圆盘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代表的就是太阳。所以呢，牛头它头顶上顶的那个太阳，才是百姓真正拜的那个神，而不是那头牛。拜金牛犊不是拜牛，是拜太阳神。而这个太阳神在埃及的这个观念里面，在他们的宗教体系里面，是一种至高神的象征。那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他们并不认识他们列祖的神是谁，这个神长什么样子。但是在埃及，他们却已经早已适应习惯，甚至于是与生俱来、天经地义的，却会认为金牛犊就是至高神，因为他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已经400年了。所以当摩西在上西乃山40天领受耶和华神向以色列的律例典章的时候，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大家就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了。亚伦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一切的金器，他就铸造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这些百姓看见了牛犊，就大声欢呼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足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以色列人，他们完全复制了400年在埃及对至高神的认知，就是拜金牛。然后呢，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甚至于那个在埃及靠着耶和华神从他手上施行神迹奇事的亚伦，他还为百姓制造了金牛犊。当他听见以色列人呼喊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的时候，他也没有阻止，甚至于还加油添火的在牛犊面前足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把金牛犊和耶和华神等同是太阳神，等同是至高神。所以他们做了金牛犊，在狂欢，还要足坛，还要守节的时候，他们一点违和感都没有。他们不觉得跟他在西乃山看了雷轰闪电的那一个神有什么样不一样。他们觉得这就是同一卦的呀，就是同一件事情。好吧，如果我们说以色列人是因为刚刚才知道耶和华是他们列祖的神，是在西乃山向他们说话的那个没有形象的神，以色列人还在旧的习俗中没有适应新的法则，或许还说得过去。但是以色列人从他们出埃及主前1446年，一直到以色列王国分裂，那个时候神将所罗门的王国赐给了耶罗波安，
那个是在西元前930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已经经过500年了，在期间已经经历了士师时期、扫罗王朝、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照理讲，应该够时间让他适应耶和华神了吧？尤其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王。但是当耶罗波安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10个支派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却担心他的王位不保。所以呢，耶罗波安他就用金牛来代替耶和华神。耶罗波安他是怎么做呢？他就筹划定妥，他心里盘算好了，我就做2个金牛犊，一个在以色列的北，一个在南，2个地方。然后就对民众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太难了，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直放在伯特利，一直放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经过500年，耶罗波安轻易的就让以色列人相信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反正都是至高神嘛，就近拜就好了，何必跑到耶路撒冷那么远的地方去拜呢？以色列人对于分辨眼前的这个金牛犊和在耶路撒冷圣殿所敬拜的那个耶和华神，他们完全没有区隔，他们完全没有分辨的能力，他们轻易的就相信耶罗波安所说的这个神就是那一个神。经过500年了，他们还是混淆在一起。我们来看另一个神所兴起的王，叫做耶户。那这个耶户呢，他原本只是以色列国驻守边防的军长之一，他的官位不大。但是有一天，以利沙派遣了他的门徒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于是门徒就跑到耶户所驻守的基列拉姆。门徒到了那里，就看见很多军长都坐着，就说：将军啊，我有话要对你说。耶户就说：我们有这么多个将军在这里，你是要对哪一个将军说话呀？这个门徒就说：将军啊，我就是要对你说话。于是呢，耶户就起来，跟了这个少年人进到了屋子里面去。少年人呢，就按着以利沙的交代，将膏油倒在耶户的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所以耶户他就带着神所赐的灵力，一口气就杀了犹大王、以色列王，还有巴力公主耶喜别。哇，这个3个都是什么？犹大国和以色列国最强大的势力。短时间之内，他就把这3个轻松解决，然后自己上台为王。耶户完全知道，他今天得着这个能力，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耶和华神所做的。耶户自己说了，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耶户很清楚的知道，是在应验耶和华所说的话。于是呢，他也用智慧谋略的为耶和华神铲除了拜巴力的势力。这个巴力已经是在以色列国成为了以色列的国神，但是耶户竟然他差遣了人走遍以色列地。他说了，凡拜巴力的人都要聚集起来，让他们每一个都来进到巴力庙里面。然后耶户他就去献祭，献完祭了以后，他就吩咐他的军长要进去，把这个巴力庙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都杀了，不容一个人出来。所以他不单把拜巴力的人都杀了以外，
他还毁了巴力庙中的柱像，把它敲碎了，把这个巴力庙作为厕所，让人永远都没有办法来使用这块地。耶户杀了拜巴力的，毁了巴力的庙，灭了巴力在以色列中的权势。那这样一个大刀阔斧的将军，他能够把当时已经是以色列国神的巴力敬拜完全彻底的消除，他又杀了所有拜巴力的臣民。照理说，他应该是一个头脑清醒，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知道他在神的舞台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知道今天是谁抬举他成为这个重要的任务的。但是耶户却怎么样呢？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什么罪呢？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户可以顺服耶和华神的吩咐，杀了亚哈全家，除灭巴力的势力，但是他却割舍不下拜金牛犊的恶习，而这个恶习已经深深牢笼深植在以色列人的生活中。列王记下说，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拜金牛犊成为了以色列亡国的原因，或者说，以色列直到亡国，还是不能够将耶和华神和金牛犊分辨切割开来。那以前的课程我们分享过，政治人物或者宗教权威，他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就会去模糊彼此之间信仰的差距，会模糊耶和华神的称谓，只是用神的名义来牢笼人心，用神的名义成为自己政治的工具。马太福音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机、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当敌基督统治全地的时候，假先知、假基督，他们一样会模糊耶和华神的名字，他们会以基督徒的领袖身份，让所有跟随者毫无分辨的去混淆敌基督和耶和华神之间的差别。到了最后的世代，会有很多人跟随假基督，跟随假先知的教导，然后去拜敌基督。问题是，他们还以为是在敬拜耶和华神。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末日，神会调动大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因为耶和华神他必须亲自证明自己才是至高神。在以西结书说，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以色列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启示录11章8节说，这城按着灵意叫做所多玛，又叫埃及。末日的圣城将会走向同性恋犯罪，会到处充满了暴力、斗殴、凶狠、破坏的罪恶城市，同时也是敌基督会混淆世人眼目，来代替耶和华神，甚至于能够迷惑世人，把自己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的那一个年代。那难道神就任凭这样子的混乱越演越烈，毫无限制吗？神任凭人被迷惑，任凭人没有底线的去堕落吗？